死神方便的接班人终于出现了，华丽的拳腿招式总能打得对手嗷嗷惨叫，抱头鼠窜。就算是日本双料冠军，在他面前也撑不过3回合，立刻躺尸擂台，站不起来。而首先出场的家伙就是日本踢拳泰拳双料冠军真边健太。也不知道是故意为之，还是这家伙有自己独特的打扮风格，身穿日本战袍，满脸胡子拉碴，完全不像一位职业选手应该有的气势，更像是一位刚刚从深山老林抓出来的日本野人。对此，不少中国观众都在怀疑日本拳坛今天派出的选手能否活着走下擂台。不过大家无需质疑真边健太的总体实力，能在日本踢拳强国拿下双料冠军，想来必定不是什么无名之辈。然而，今天登台打比赛的中国小将也不是一般人，他就是中国军人拳王周志鹏的首席大弟子周兴。周兴完美继承了周志鹏的凶猛打法，敢打敢拼，无所畏惧。多年来的艰苦训练，周兴等的就是今天的好机会。只要能够战胜日本双料冠军真边健太，便能让自己的名气地位水涨船高，说不定还能接下无数商业赛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周兴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周兴，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真边健太。虽说真边健太有点邋遢，但是动起手来真是一点都不含糊，凶猛的拳法瞬间逼近周兴内围，打算打出压制效果。周兴面对这一幕也没有丝毫让步退缩，也打出了相同招式，对真边健太还以颜色。比赛开始，可是日本选手先动的手，那就不能怪周兴下手太狠，不留情面。这个是1.70米，而日本的真边健太是26岁，从身高条件上总要比他高一些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日本的选手他打得很有粘性，就是他抗下能力强，防守能力好，这是他一个特点。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火药味就是非常十足啊，尤其是真边健太。我们看到周兴打得很沉稳，周兴这个年龄和他在场上的表现有点不同，就是有点少年老成，非常漂亮。真边健太这家伙不愧是日本双料冠军，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，这也不由得将周兴逼迫的发挥全部实力进行应对。尽管日本选手真边健太进攻强烈，周兴依旧可以打出多次精准命中，稳固现有比分。同时，台下的军人拳王周志鹏看到这一幕，都露出了欣慰的表情。由于中国拳坛近几年来发展的太迅速，吸引了无数外国高手前来挑战。周兴身为拳坛新星，自然要挺身而出，阻击真边健太称霸中国拳坛的野心。我看您看多长时间，我们也看到这个真边健太对于正面的防守啊非常到位，也不给周兴更多的正面进攻的这种线。我看这个周兴主要通过的进攻点是通过正面，我不管我上高，包括我后手的之前打击都这样。而我们也看到周兴的这个拳法的经过2分钟的拳脚对拼，周兴渐渐发现了真边健太的进攻漏洞。对此，周兴也决定利用防守反击战术来进一步扩大比分。对待咄咄逼人的日本选手周兴，思考了许多针对性策略，唯有在对方发起进攻的时候打出精准命中，才是最稳妥的打法。今天的比赛，就算不能 KO 掉日本选手，那也完全可以通过比分获胜。目前在场面上，现在是红方选手周兴占据绝对一种优势，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真边健太，他这个反击是非常手拳控制，飞膝。我们看到这个周兴的飞膝，他们加猪腿的原地一会是倒计时，一个操手拳，真边健太。点杀，最后一个飞机动作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周兴改变上回合的打法，直接对真边健太发起猛攻。真边健太也没有见过这种架势，瞬间被打得慌忙逃窜。最终，真边健太因为防守失误被周兴撂翻在地。起身之后的日本选手还顺便梳理一下自己凌乱的发型，由此说明真边健太这家伙特别好面子。周兴接下来的比赛，只要继续猛攻下去击垮对方，那比赛胜利肯定手到擒来。在第2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周兴有意识地把比赛节奏控制，因为第1回合冲刺太猛，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。但在第2回合比赛里面，开局周兴打得非常漂亮，又是后高飞上头，
原地飞膝。这个正方控制。在这个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日本的这个针边健太仍然采用他第一回合的那种战术啊！你在你这个冲很猛情况下，我防守，但一旦你节奏放慢之后，我打反击，加强我的一种进攻的。在互相对拼期间，针边健太很明显吃了大亏，于是这家伙便想加强攻势来压制周星将失去的比赛点点数给打回来。殊不知针边健太越是这样，周星越是凶猛强悍。因为在台下坐满了中国全迷粉丝，自己的老师周志鹏也在观看台上两位选手的表现。周星只有拿出更为强势打法，压制日本选手，才是真正的胜利。也有意识的加强自己对对方低扫的一种杀伤。他现在不是一味的进行一种防守，现在这日本的针边健太，他的反击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好，速度很快。现在我看到周星的这种打击速度下降，而我之前2只脚这种虚缓动作，因为他毕竟这个针边健太身材身高1.62，而且他也是从这个52公斤然后升上来。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圈内的组合打得很轻巧。在这种结构，针边健太这家伙打法极为慌乱着急，因为明明自己很努力的进攻中国选手周星内围，可是自己的比赛点数还在进一步的减少，表现得特别狼狈。反观周星经过周志鹏教导之后，打法攻守完备，并没有因为比分的领先而骄傲放纵，还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打法进行对峙拼拳。如此来看，针边健太从第一回合结束就已经输得很彻底，只要继续保持这种打法，周星必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口头的道歉。当然，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放慢的原因，所以双方体力有所下降。我们看日本的这个针边健太，你就看他的拳腿的一种组合，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第二回合结束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双方已经进行了2回合的拳脚对拼。不说100%的摸清楚，那也了解了8、9不离10。针边健太这家伙的战斗力果然不可小觑。周星对待这种强势的日本选手，也不敢有丝毫马虎，一边后撤，一边打出犀利的拳脚招式进行还击。针边健太由于打得太上头，却忘记了周星最擅长顶膝，最终不堪重负的针边健太被再次击倒读秒，扣出比分。刚才那个周星的飞膝非常的准确，因为毕竟这个针边健太身高是1.62，而这个周星身高1.70米，对方高出有8公分，有这种身高优势，所以对方在这个地方进攻任务，飞膝进攻还是很奏效。这样的话，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。当然，现在周星利用这种拳法一种控制。稍加后直，这是一种虚化。因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，周星打着打着也出现了一丝体力不支大喘气的情况，台下的周志鹏立刻开始临场指挥周星放慢比赛节奏。毕竟前2回合周星早已拿到了可以获胜的比赛点数，那这一回合周星就没有必要继续拼命还击。这时候只要周星拖延比赛时间，不给针边健太进入内围的机会，那针边健太发起再多猛攻都无济于事。这时候场面上是日本的针边健太在控制周星，因为周星的体能下降非常明显。还有最后的10秒，周星坚持住。毕竟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，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飞翼重击过针边健太，被他强毒，全场结束。这样的话，就应该赢得这场比赛的胜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周星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周星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